我现在面前的是荣耀刚刚发布的全新折叠屏旗舰 Magic V3，我们今天来一个盲盒开箱啊。我们先开这款吧。我们看一下配件，首先这里有一个圆形的，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编织材质的 Type A 转 Type C 数据线。这里有一枚66瓦的 Type A 充电插头，有一款手机壳，但是呢，我们保留一点点悬念啊，先不看这个手机壳了。好了，我现在给它这个膜撕开。我们1、2、3，当当，哇，好轻好薄啊！我现在还没有测量它的厚度和重量，但是一上手就要给它飞出去，就是这种感受。这有一点点像砖红色。它这个镜头模组呢是采用内圆，外边是一个偏8边形的这样一个设计。现在看这个折痕也是非常的浅啊。我们来给它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弯折。这一款的官方名字呢叫做丝路敦煌，但我仔细想了一下，这难道不是爱马仕的马鞍红配色吗？我有一个 Apple 当年出的皮革卡夹，这俩颜色难道不是一模一样吗？再配合转轴独有的荣耀老花啊，正手就主打商务男士丝路敦煌国风情怀，反手就主打女士钟情的爱马仕马鞍红色，属于一菜两吃。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1、2、3，这就是传统的黑色磨砂玻璃，但是这是磨砂玻璃还是玻璃纤维？因为我感觉这块也好薄啊。然后它的这个边框这部分呢，也是采用了亮黑色的这样一个8边形。黑色这款呢，采用的是航天特种纤维，这种纤维优势就是轻，不易碎裂，支持无线充电，散热性要比皮革更好。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不像玻璃或者陶瓷质感那么出众，它不够透亮，同时呢又比较容易沾染指纹，属于响亮但不够文雅。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款啊，1、2、3，当当，绿色，这是一款，它的这个镜头设计怎么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包装盒并没有写什么特别之处，那这怎么跟这哥俩有点混入到我军的这个阵营里这种感觉呢？还看到这里有一个 VS3，它不是编织数据线，所以合理推测 VS3 在定位上应该要比 Magic V3 要低一个档，对不对？Magic VS3 不是今天的重点啊，它呢还是全方位要弱于V3 的。我不知道这两款差价具体是多少，但是这么看的话 ，VS3 呢它就是属于荣耀基础折叠屏。接下来呢进入 Magic V3 的评测啊，今天的视频呢我分成3大部分，分别是手感、硬件以及软件。我们先说手感 ，Magic V3 这款产品，你上手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轻薄。我先把目前折叠屏旗舰都摆在一起，让大家对几款手机的大小、外观有一个直观的概念。大家觉得哪一款最好看呢？ Magic V3 整体尺寸是和华为 Mate X5 接近的，大家注意 Magic V3 这次就是冲着 Mate X5 来的。对比目前关注度最高的折叠屏应该是 vivo 和华为，对不对？我们先看厚度，荣耀呢是要比 vivo 薄了非常非常多，大家能看到吗？而在和华为的对比当中呢，荣耀再次取胜。镜头的厚度呢，荣耀、华为几乎是相同的。vivo 它为了增强拍照的画质，所以说相机模组部分呢要更厚一些。当我把手机展开，我再对比一下 vivo， 我再对比一下华为，我再对比一下我自己的手指，不只是薄啊 ，Magic V3 同样非常轻。华为的重量是250克 ，vivo 是244克，而 Magic V3 的重量235克。它那个航天纤维版是更轻一点啊，232克。目前的重量和厚度真的就是和直板的旗舰手机那种手感接近了。Magic V3 外屏配备的是和之前那个保时捷版本 Magic 6相同的金刚巨吸玻璃，拥有10倍抗摔和10倍抗刮擦的能力。给大家看一下。屏幕部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在边框这个位置，我把这个镜头放大一点，它在这个位置有一点点掉漆，能看到吗？这个位置是有一点掉漆，但是从这块屏幕本身完好无损。内屏叫做金刚柔性装甲，内外屏都支持手写，就属于商务人士自己的一个专属小记事本。铰链要比前代那个保时捷版本稳定性提升了。现在大家看到画面上的呢是6款国产折叠屏，我这次测试它们的最大展开角度和最小展开角度。这次在耐用度上的另一个提升是支持了 IPX8 级别的防水。对于第一部分的总结啊，轻了
薄了，耐摔了，耐磨了，耐水了，散热是大幅提升。但是考虑到这款手机非常的薄，还是不建议玩大型游戏。今天视频的第二部分，我们来聊一聊硬件。这次我最喜欢的呢，应该是这块外屏了。荣耀这次带来的折叠屏世界第一块全天候显示屏幕啊，在最低亮度下可以将刷新率低到最低1赫兹啊，通过超低的功耗实现像苹果一样的全天候亮屏。实际测试，全黑屏幕待机1小时耗电1%，打开全天显示1小时耗电1.7%，这也是自苹果荣耀 Magic 6、三星 S24 Ultra 之后的又一款全天候手机了。折叠屏里边这是第一款，配合上荣耀目前已经适配的很好的实时活动功能，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了解事情的进度。因为外屏的全天候显示功能，这次小台历也带来更多的玩法。首先呢，智慧摆台它要求的是你在锁定的状态下如果你横置手机，大家看你可以这样摆台。但你这样摆台的时候呢，它这个镜头其实是把这个小机器给设置的不平衡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给它调转过来，这样摆台。它会在不同的时钟样式之下进行切换，而且每一种样式都是你可以自由设定的，包括它的数字，包括它的颜色。然后我可以上下滑动。现在是下午，它这个时间你看太阳要落山了，比如说是这个这个就是一个天气时钟，这也是这次新增加的一个。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从左向右滑动。这个就是什么心灵鸡汤啊，是吧？这些词儿你可以自己编的，什么心有凌云志，何时不少年。我现在如果没有充电，那它就默认2个页卡，对不对？如果我的手机在充电的状态下，大家看到了吗？那么它会保持时刻常亮就不会损耗电量。当我进入充电状态下，我可以滑一道，再滑一道，大家看到了吗？它这次呢，荣耀是和优酷合作推出了一个追剧卡片，也就是说，只要你在优酷上看哪个剧，比如看到一半这是我另外看的一个电影它是可以上下切换的，是吗？这个也是我刚知道的。看到了68%，我就可以直接点击播放。看到了吗？它就从我刚才68%的那个进度条的位置开始继续播放。我把优酷，比如说优酷这个卡片删除掉，我现在直接点击播放，它依然是可以直接来进行播放的。折叠的形态加上外屏全天候显示屏，然后呢又联合优酷的软件开发，最终让用户实现能够不断档、不切换，午休的时候就一键实现追剧。这一套操作，我认为是很用心的一个生态闭环。而这个位置，我认为有一个不足，就是它必须是在充电状态下才能够打开这个追剧页卡。这个设定我觉得完全不合理啊！难道我看剧的时候还必须要连着电源吗？明明是本身的一个优势环节，但是现在的设定变成了一个彩蛋。另外，小台历下的新消息通知变得更加美观了虽然说它是学习苹果，但是受益的是用户，对不对 ？Magic V3 这款手机它同时也是支持眼神感应的。就假设我们现在正在办公，然后你也想看一眼时间或者天气，你只需要稍微转头，看到了吗？第二个卫星功能华为是之前唯一支持卫星的折叠屏，而 Magic V3 现在迎头赶上和华为的北斗不同，荣耀这次呢它是首发了天通卫星折叠屏。天通咱们之前已经聊过很多次了就是相比于北斗呢要更日常一些。门槛更低一些，但是呢是需要电信卡来支持的。这次呢带来了一个优化，就是支持在手机电量剩余的5%以下，就即使你开启省电模式，它也可以使用卫星功能。这一点呢是其他手机暂时所不能的。也就是说，真的要是被困在了荒山野岭，这个时候其他人的手机就都已经不能卫星通信了，但是你可以耗尽手机的最后一丝电量，打出一个卫星通话。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就是说人生就是不留遗憾。第3个硬件升级，电池这次采用的是第3代青海湖电池，5150毫安时力压华为一丢丢。说真的，我在使用这款手机的时候，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这款手机真的就是奔着 Mate X5 来的。同样播放在线 1080p 视频，加上弹幕一直播放，连续播放9个小时。大家可以看一下数据对比。充电方面呢，66瓦有线，50瓦无线。我把这款手机带到了我的理想 L7 上测试了一下依然是显示超级快充4个字，我推测是27瓦这个快充档位。第4个硬件升级，长焦镜头从2000万像素2.5倍长焦升级到了这次5000万像素3.5倍长焦，对比10倍变焦。荣耀呢不会通过算法去加强锐度，大家可以看这个停字，华为和 vivo 都出现了算法猜字的这种痕迹。在30倍变焦下 ，vivo 的表现明显要更好一些。荣耀呢排在第2，这个位置 vivo 它牺牲了一定的厚度和手感，就是为了保拍照。
第5个硬件升级啊，芯片升级到骁龙8 Gen 3。今天视频的第3部分，我们来聊聊软件啊。其实呢，对于折叠屏的适配，核心就在于对于内屏的适配，因为它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屏幕比例。第一个大屏适配。桌面壁纸啊，这次荣耀增加了一个游泳池的这种像类似于裸眼3D 的壁纸啊，另外还增加了一个国风山水画的叫采风单檐动态壁纸啊，就有一种那种水墨画卷，然后徐徐展开的那种意思。第二个大屏适配就是在 App 中新增了呼出式的 Dock 栏，可以快速的实现分屏。这个功能呢，其实本身并不是新功能，但是对于荣耀来说是新功能啊。Dock 栏左侧是你设置的手机默认 Dock 栏，而右侧的3个应用呢，则是最近使用的应用，其中这个 Dock 栏最右边第4个应用是荣耀这次独家的一个叫做智能推荐应用，它会根据你使用习惯来推荐你可能想打开的哪些 App。第3个大屏适配呢是图片应用啊，图片应用有点像 iPad 一样啊，就是左边是快速查看相册目录，然后进行快速的点选，你也可以把照片通过简单的拖拽直接就拽到某个相册里边。这次新增了一个多照片对比，这个功能之前是 Mate X5 独占的。荣耀现在也实现了这个功能，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其实当我们去放大一个位置的时候，看到了吗？它2个位置会同时放大，这是2张照片一个纵向对比。选择右上角这个解锁断开，这个时候我再操控一张照片，哎，它俩就不再关联了。比如说我现在再选一张啊，选这张第3张加上，哎，看到了吗？4张，哎。看到了吗？它就以一个4宫格的形式来展现。第4个大屏适配，王者荣耀在折叠状态下可以像游戏机一样实现超级分屏，就是上边是屏幕，下边呢是操控按钮，而且呢，它这种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这个按键不会遮挡到你的视野了。对不对？这个人你这种情况下再被打死就没有什么可赖的了，直接滑动这个位置，就操作实际上还是和之前的王者荣耀是完全相同的。另外，我对比了 Magic V3在折叠状态下、展开状态下以及超级分屏3种状态下的视野对比啊，方便王者荣耀的玩家来做一个参考。第5个大屏适配。平行空间其实有点像隐私模式，隐私模式其实各家都有，对不对？但是荣耀这次对于平行空间的定义呢，又和传统的隐私模式有一些不同。隐私模式其实它的核心呢在于隐藏，而荣耀呢则是更希望把这个功能定位于工作模式和家庭模式彻底的区分。能把照片、文件等这种材料直接保存在平行空间里，这个我就不展开说了啊。几个细节我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使用双卡在这个手机里使用双卡，那么你可以把2张卡分别设定在2个空间里，也就是说你的这一款折叠屏真正的变成了2款手机，就工作号来电话那就是在平行空间里接听，家庭号来电话呢就是在默认的主界面接听。华仔是我的工作上的同事啊，他给我打电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来电话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接起来，现在挂断电话了，大家看这个时候我的平行空间里就会有华仔的这个电话，但是如果我回到我的主屏幕，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主屏幕最近来电里就没有华仔这个电话。第2个细节，下班了不想接工作电话，但是呢想知道谁给自己打过工作电话或者发过工作短信，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选择来电隐藏，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会自动的挂断你的电话，然后你的手机上呢是不显示这个来电通知的。然后当我们打开平行空间之后，你看在这里它会把刚才没有接到的那个电话以未接的来电的形式通知你。第3个细节呢，它可以根据你用户的人脸信息来识别这个新消息是否要提醒你。工作号发一个短信，如果这时候我用我的面部去解锁这款手机，哎，看到了吗？提示华仔来消息。第4个细节，就为了保证平行空间数据的绝对隐私保护啊，用户可以单独设置所有的隐私权限，包括应用的位置追踪和广告追踪，甚至包括让输入法变成离线输入法。输入法变离线这个功能啊，我只能说国产厂商更懂国产输入法。今天的视频一路看下来，你就会发现荣耀的核心目标就是商务群体。我之前已经说过了，荣耀旗舰几乎所有的功能都是贴着商务人群的需求所打造的。荣耀到今天应该是独立了4年了，我几乎开箱了所有荣耀的重要产品。我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荣耀其实它的技术力和产品力就像华为一样强。比如说，现在电脑和手机之间的这种交互逻辑，电脑的键盘可以无缝的去操作手机或者荣耀的平板，
手机可以共享桌面到电脑上，比如说安卓世界首发的全天候显示屏，对不对？还有比如说安卓世界目前进度最快的灵动胶囊和实时活动。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就在大部分国产厂商都把 iPhone 作为第一目标的时候，荣耀的第一目标永远是华为。我认为这个思路也是对的。荣耀作为就在几年之前还是华为的一个旗下品牌，到今天市场份额已经可以和华为分庭抗礼。那荣耀想真正走出自己的一条路，那条路也是唯一的那一条路，就是超越华为。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